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试驾过 Pro Duo Ativa 呢？在前几年前有试驾过一个原装，可是我觉得在短暂试驾好像没有什么好驾，没有什么吸引到我。直到小蚊子驾着一辆1年车 Ativa， 反正我觉得在城市里面穿梭也是很好驾一下的哦，娇小玲珑，又有力又省油哦。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有没有驾 Ativa 的，有没有这种身同感受啊？今天带你们看一下全马最 full spec 的 Pro Duo Ativa。Oh no！ 撞车！你看我锁车啊 ！The fuck！ 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为什么我会讲它是全马最高配呢？当然它是 AV spec 了，已经是很高了的。等一下我带你们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高配。首先我来到了 Carrera Subang Jaya， 有在 Putrajaya 啦，有在 Bangi 啦 ，Setapak 还有 Subang Jaya。如果你们要改车，也可以来这边哦。还有卖 Spirit 的 Intake 啊 ，Intercooler 啊 ，Charge Pipe 啊，然后 Rexer 的 Rim 啊 ，Anti-Roll Bar 啦等等的。里面的展示厅很大、很新、很舒服。它还有一个 Customer Waiting Area， 然后里面还可以一次过坐6辆车，还有自己的 Alignment Balancing 的机器啊，很完整。这个地点很舒服，很漂亮。第一，里面够大；第二，附近有茶室，有东西吃。来到这边改车啊，真的不怕饿死，不怕没有地方休息啊。回归重点，今天我要来向大家介绍这辆 Pro Duo Ativa， 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很多年了的，没有错，也没有做小改款哦。可是它还是依然这么好卖，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的优势。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辆 Ativa，Let's go！这辆是2022年的 Pro Duo Ativa AV Spec。为什么我叫它全马最完整、最 full spec 的这个 Ativa 呢？因为它有的东西原厂都没有给，比如说包雨、避震器啊、power boot， 所以这些都是要后期加装的。这辆车已经是 full body kit 了啊，有前唇、侧裙，还有后面的 diffuser。曾经在这边是一个亚黑色的 plastic， 可是现在已经是磨平了，然后拿来喷上一层漆，跟这车的颜色其实也挺好看的。尾翼这边也加了啦，这里有一个刹车灯，后面这里有一个小压尾，也挺好看的哦。避震器它只是改了一个soft hub 的 absorber， 高度呢大概也是一个拳头左右啦。轮胎呢尺寸还是一样，用着205 60R 17寸，前后都一样尺寸，用着来自于 Bridgestone T005A 的轮胎 ，Brembo 的4活塞刹车卡钳，轮圈换上了来自于 Race 的 T317，所以整体上看起来都很好看。这辆车主已经升级了 Power Boot 呀，高配啊，低配车是没有的。现在是没有办法用钥匙来按了这个按钮，它会自动打开。除了在后面有一个电池阀之外，车内呢，车主也加了一个 button， 那边按下去之后呢，车尾箱就会开了。关闭呢也是可以从车内那个按钮按一下，或者是车尾这边按一下，它就可以关闭了。只是插了一个 kick sensor 用脚来踢一下就开。内饰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了，它是一个 AV spec， 所以它是红黑配搭的。方向盘呢已经 wrap 了一层阿坎达拉的，曾经这2个地方都是空的嘛，它升级了这个 power boot button， 多了一个 button， 这个 button 呢，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才来按，它到底是什么来的。可以证明给你们看一下，这辆车走了10万公里啊，它的3缸抖动其实是，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了哈，110千3年的这个 ownership， 锚定应该都差不多了啦。的确抖动是蛮明显的哈，我驾的那辆是1年车而已嘛，所以是还 OK。再来也是高配才有的，你看油压顶杆。
哇，阿迪法是搭载这个1.0公升的涡轮增压3缸的引擎，单涡流的涡轮增压，还有 intercooler， 指上数据为98 PS， 还有14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个是 DCVT 的无段变速箱。前驱车现在经过升级了之后呢，就加了5匹啦，90匹马力，120个牛顿米的扭力多一点点。那这辆车呢，很多人问可以不可以 remap， 其实是不可以的，因为 Pro Duo remap 了之后呢，它电板还会自行调整回去原装的，所以是没有办法 remap， 除非是 piggyback 啦。为什么这辆车还没有经过 remap， 可是却多了5匹马力呢？今天的主角我们来介绍一下来自于 Spirit R 的 intake， 在我这个频道有介绍过了好几次，好多次了。它是一个 open port 的 intake， 所以这辆车的确是有上过马力机，给你们看一下真正的数据，而不是用嘴巴口嗨。而且这辆车只是换了一个 intake 就可以多了5匹马力了，厉不厉害？牛不牛？想要吗？想要的话，当然可以来到了 Carlight Subang，或者是他们其他的分行，或者是 PM 我啦，我帮你安装。后期呢，这辆车也换了一个 charge pipe， 还有down pipe， 它的波就是这样小力而已了啊，原厂。Alright guys， 我们就去试驾这一台 Pro Duo Ativa Full Spec 。OK， 首先呢，因为日常生活驾 Ativa。驾久了，你就会发现到它的好。因为如果是我们平常驾这种 D segment， 不是说不舒服，可是第一个就是 parking 的问题啦哈。你会发现到哇，这种小车哦，比较窄的 parking 或者比较短的 parking 啊，怎样都比较容易进啊。再来第二个就是在这种路狭窄穿梭的地方，你会觉得这台车真的是有优势啦。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槟城的朋友啊，或者在一些小地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台车是更适合驾啦。尤其是塞车的地方，你会很喜欢这个了哈。哇，起步的时候是真的很顺哦，多亏这个 DCVT 无段变速箱。可是某个时候呢，你会对 CVT 又爱又恨啊。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起步的时候啊，在第一转的时候啊，它会有一种 jerking 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在驾可能 Honda City 的朋友们，或者是 Ativa 啊，你们都会有这种身同感受。这种有时候塞车的时候最明显，就是那种要去不去jerking 那种。要么就踩大点油啊，不然这种低速真的是有一点痛苦啊。变速箱放弃 S 就是一个 Sport Mode 之外哦，它其实还有多了一个 Power Button 啊，这个 Power Button 按下去，它其实是一个 Throttle Controller 来的，油门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再加上它的转速也是比较拉高一点啊。GR Button 是什么呢？它也是一个 Throttle Controller， 所以它的油门特敏感。OK， 我们 AC Off， 1、2、3 Go。有 blow off 声，原装的这个 brake 还好 OK 啦，可是呢这个刹车可以哦，它有力道哦。OK， 不是说原装不好，原装是一点下去它其实也是有力的，它是敏感的，可是它有了这个 4 波之后一踩下去，你很明显感觉到它特别有力。因为我经常驾多了原装Ativa，我懂它的力就是这样。然后这辆车多了5匹马力的感觉真的是有哦，我真的不是吹的，各位，真的不是吹的。我可以很大胆的跟你们说，如果你们要的话，就来试驾这一辆。因为你是车主，你就懂你自己车辆嘛，原装的，你再驾来这个改装的，你试一下，真的不一样。这辆车呢，走了11万公里之后啊，它的油耗啊，当然是没有新车这么省了啦哈。然后现在的油耗呢，还是可以做到13 km/L 左右的，而且车主的脚也是挺重的。那我呢，就平均是在13.6还是13.7 km/L 左右啦。我觉得真的很省哦，对于一辆车来说，60块可以走450公里。看现在那个转速在1500左右哦。不会有那个 jerking 的问题啊，我轻轻踩，我很轻了啊。没有，真的没有，各位，这个不是我吹啊，我真的不吹啊，好用就说好用。哇，这个Ativa可以了，上山有力啊，下山有 brake 那种感觉。哇，那个车想去就去啊 ，bro。我的油门才踩一个不到58线，驾远途也 OK。那时候我驾去马六甲，
一路上可以140、150、160没有问题，而且还是很省油哦。Oh my god， 它真的是可以打破我不喜欢驾小车走高速那种感觉，它其实 OK 的嘞。你讲它很浮可以啦，它这个 A segment 的价钱，这种车在 highway 可以这么厉害跑 ，OK 啦，这个避震器换上去也是挺舒服的，它不会像 adjustable 那种挑，也不会像换了 Sport Spring 那种挑，反而它的动态也非常的自然哦。现在它也少了那种左右晃动那种我不喜欢的感觉，很自然的。你如果不说啊，换了避震器其实也没有感觉太多，唯一一个感觉到就是它不会左右晃动了。Oh no！ 撞车，玩电话吧。Oh no！ 它的盖都起来了 ，shit！ 这辆车啊，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当我松开那个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 caliper 会有一个“咦”的一个声音的哦。我以为是你扣那辆有这样的声音，可是这辆车也是有，原来是通病来的。Go。哇，这个刹车，其实这辆车0到100虽然不快，但是我可以讲它的100到0肯定快，它刹车 good 啊。Alright guys， 不知道看到这边呢有没有驾 Ativa 的朋友们，想不想改车呢？想改车的话，不妨联系我了解更多。不然如果你对 Spirit R 的 Intake 还有 Charge Pipe 啊那些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 PM 他们的 Facebook，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或者是直接 walk in 到 Car Ride Subang Jaya。只要有改车就是一个开心嘛，原装车不好驾的，要改装才好驾。刚刚我不是说原装车好驾的吗？现在又说改装车好驾。好了，这个 Ativa 的 Full Spec 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的 POV 再见，拜拜。